给你弄了点汤，一会儿喝点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回去？你现在回去啊？夏风他妈妈过世的早，他爸又好酒楼打他，后妈对他也不好。我们上大学谈恋爱那会儿，他一直穿着一条薄薄的毛裤，那还是他妈10几年前给他织的。他真的挺可怜的，这么多年，他对我一直都是和颜悦色的。我第一次见他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你搞没搞错呀？现在是他打了你，你还给他说话？也怨我爸，因为我们毕业留江州那事儿一直过不去，生他的气，从来都不给他好脸，现在又让多多改姓。夏风为我为这个家真的受了太多委屈了。你来都来了，你好歹住一宿再走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妈给他那顿骂，肯定气疯了。你让他一个人待一宿，好好冷静冷静。你们俩明天早上再回去。多多，好不好啊？你干嘛呀？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好老公、好男人，更不懂得爱护老婆。但我发誓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你原谅我，好吗？你先起来吧。阿青，我们这么艰难的，不顾全世界的人的反对才走到一起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工作，拼了命的挣钱。我一定会让你的爸妈觉得，你嫁给我是很值得的。先起来吧，你起来呀！我爸也是好意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对不起，我从小就要强。你也知道，我爸经常打我，我后妈动不动就羞辱我，所以我特别受不了别人的歧视。但要不是凭着这口气，凭着这一份自尊，我也考不进大学，走不进这座城市，将来的我也混不出什么名堂呢。你是不是工作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？没有，外面的事我操心就行。你只管把家照顾好，把多多照顾好，其余的，你相信我，一切有我。彩虹妈昨天说的挺重的，你不要太介意了。我介意，我很介意，那她是心疼我呀。但他就是看不起我。你不觉得以前我们去他家里的时候，他看我的眼神总是不对吗？他就是觉得我穷，他觉得我根本配不上你。不是这样的，那从大学到现在，他们家人一直对我们都很好，而且彩虹妈也经常让咱们到他们家去吃饭呀。哎，这点小恩小惠算什么呀？韩青，我希望你以后都不要再来李明珠家了，也尽量不要跟何彩虹有更多的来往。为什么呀？那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相信我，你相信你老公，我不会害你的。我
只会保护你。你知道你们对我来讲有多珍贵吗？你和多多就是我的全部。多多乖。哦。给。早点回来啊！天天加班，有没有加班费？来，多多，醒了，亲爸爸一下啊！爸爸要走了。好了，哎，亲了。走了，早点回来啊！拜拜。彩虹，看来你们两位已经在时候没了。我说的对吧？啊，有道理。好了，我下班了，拜拜。哎，大叔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走吧。小吴啊，这针以前好像没打过哎，打的什么针啊？这个药效蛮好的，你儿子同意我们给你用。这一定很贵吧？这针不贵，从今天开始1天2针。听说你儿子是教授，挣很多吧？你休息着，我先出去了。吃药啊！明珠姐，哎，12床出去了。大姐，麻烦一会儿告诉他回来吃药啊。艾丽护士啊。啊？怎么不舒服啊？我帮你去叫。我不找医生，我找你。找我？哎呦，我马上下班了，那有什么事儿，我帮你去找芳姐啊。不，李护士，是这样的，你比较年长，经验比较丰富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像我这样的病要治好的话，大概需要多少钱啊？要多少钱啊？这事儿可就难说了，那也要根据你的病情，然后医生出治疗方案，要根据方案再看下什么药，才能算出钱来呀。我是说，大概需要多少钱？你不是一直在医院工作吗？你一定知道的。哎呀，给你举个例子吧。以前呢，我这儿也有个病人，好像就住在你这个11床的。他呢，病情跟你差不多，30多岁。他吧，他挺配合医生治疗的。哎，那他治好了吗？
没有，哎，他呀，人家年轻，才30多岁，他嫌透析太烦了，后来就换肾了。哦，换肾啊？那换肾的话，他的治愈率高不高啊？哎，你就算换了肾，那也得保他呀。哎，要恢复吧，要抗排异吧，你就保这个排异，那你也得终身吃药呢，那药费可就不一定了。没关系，大姐，现在咱国家医保这么好，大部分药费都报销的，咱自己才出一点点。你是矿上的，怕什么呀？我是农村的，报不了那么多啊。在矿上工作要满15年才可以农转非。唉，孩子他爹走得又早。哎呦，那你也不用担心，大姐，我看你那儿子呀，挺孝顺的。哎呀，儿子能挣钱就行了，你就放宽心，好好治疗啊。芳姐，好好照顾着。哎，我下班了，再见啊。好。您就放宽心吧，啊，安心治疗。小芳，哎，帮我把那个行李箱拿过来。嗯，大姐，你要它干啥呀？家里还有一个老二在中B上大学。这孩子肠胃不好，学习又拼。我得回去照顾他。您不能拔呀！哎呀，大姐，您不能走，您在住院呢。您要是走的话，我得告诉季老师啊。没事，我自己可以办出院手续的。哎呀，大姐，你这……小芳啊，哎，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。我儿子你也知道，是个特别孝顺的孩子。为了给我治病，堂大学教授，每天早出晚归的打2份工。现在年轻还行，时间长了他身体吃不消的呀。其实老家的医院条件也行，药费也便宜，我可以一边治病一边照顾老二。大姐，您听我说，你的心思呢我都懂。可是你真要走的话，让季老师来送你一下，这万一路上这……不用，我自己就可以的。你千万别给我儿子打电话啊，免得他过来阻止我。哎，不行啊，大姐，您这样偷偷的出去，季老师知道要怨我的呀。放心吧，要怨就怨我头上好了。小芳，就算我求你了。我不反对看文艺片，不过这一部太现实了，看着有点心塞。那个妈妈真能吃苦。我还蛮有感触的。我爸刚去世那会儿，紧接着
当老师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。不过当然了，工资也得交一半给家里边，算是帮忙一些家用吧。家里多一个人挣钱，那日子不是好过多了？我这也就刚拿了几个月的工资啊，说起来，还是家里贴的更多呢。就你一个孩子，不贴你贴谁啊？这里新开了一家花店，过去看一下。回来啦，哎，辛苦啦，老公，抱。今天过得好吗？老样子。哎，这几天打你电话怎么总是不接？是啊，事情多嘛。饭都要凉了，走吃饭。哎，对了，老公，新换的沙发，之前的那个我给退了。对不起，等我们把日子过好了，一定把那套沙发买回来。没关系，你看，其实这个沙发样式也不错，就是这个布料我没有那么喜欢。不过啊，今天大降价，你猜多少钱？3000块减到999，我一下就给买了。但是之后呢，我又买了个花布，我就想着重新做个套子，然后在那上面放几个抱枕，一下就变样了。吃饭呀，好。洗手。哎，多多呢？睡啦。睡了。现在怎么可以让他睡呢？现在睡了，半夜不就起来了？哪有孩子跟着大人的时间走的呀？那都是大人迁就孩子的时间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在家里面就是家庭主妇。那我们家多多现在啊，想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睡，想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醒。给你多盛点排骨啊。啊。来，勺子，你先喝，给。老板，我还要那朵。这个是精华。我知道。你喜欢玫瑰吗？本来挺喜欢的，不过自从上了关老师的文艺理论，何彩虹同学，请你谈谈玫瑰的符号意义。这玫瑰花它不是玫瑰花，它就是空洞能指。空洞呢？摸摸这花瓣，闻闻这香气，还有叶子旁边的刺，明明人家很真实、很丰富、很千姿百态的存在着。你看，每一朵玫瑰都不一样。那我是哪一朵啊？这一朵。这根本不是真的。所以，永不凋谢。
老公，嗯，公园后面开了一个新的双语幼儿园，半天英文，半天中文，大部分都是外教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特别好的营养师，还有生活老师，一切都是跟国际接轨的。老公，我觉得你是对的，这2万块钱的沙发就不该买，所有的钱都要花在刀刃上，就应该花在多多的教育上。我到家了。今天谢谢你的话。不客气。晚安。明天见。彩虹，妈，你这么晚了在这干什么呀？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你也不接？手机可能没电了。那人谁呀？啊？同事。同事。嗯。回家。走啊。嗯。爸他回来了吗？没回来呢，说白天挣得少，晚上又出去拉活去了。哦，这刚才给你煲了莲子汤，都等你等凉了。谢谢妈妈。谁送的花啊？还能有谁？东林呗。东林送你一把花儿，还弄了个假的绢花，这人也够抠的啊！这还有绢花呢，哟，这还真是有一朵哎！妈，你眼力真好。东林送这么一小把，还不够一打呢。送11支，那是有寓意的啊！一生一世，一心一意，那比12支强多了。哦，是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要不还是说妈妈博学多才，这也懂。那是，切，你没看看你妈是谁呀？切，这种小伎俩我见得多了。小的时候你那几个表舅，哎，哪个不是？哎呀，想尽办法的给女朋友送花啊！这种事情我看得多了，哪像你爸呀，土鳖一个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知道送话梅糖。那我爸送您话梅糖，您送他什么呀？我，在我心情愉悦的时候，我可以送他一个微笑。彩虹啊，女孩子呀，在这种事情上要矜持一点，知道吧？不能人家给你这么几朵花儿，你就觉得要怎么样了似的。再说了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几朵花儿还搭上个假的，哼！哎，打发丫鬟呢吧？妈，不早了，休息吧。啊，站住！你还没跟我解释清楚呢。啊，这花到底是谁送的？东林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彩虹啊，是不是跟东林闹别扭了啊？哎呀，两个人谈恋爱，男女朋友，哪有不磕磕绊绊的？哎，吵个架，拌个嘴都是正常的嘛！啊，哎，只要你找到他好好说，是吧？好好的交流，这问题解决了就完了，重归于好了。哎，你不能这个样子，吵个架你就去另投怀抱，那你要后悔的，知道吧？妈，我跟您说过多少遍了，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啊。你跟东林不是男女朋友？不是。那行啊，你告诉我这花儿到底是谁送的？那小子？
我自己买的呀。我喜欢玫瑰，然后我路过那花店就剩这么多了。老板说，20块钱都给你。哦，你还嫌不够，然后又搭了一只假的。啊，那老板看我长得挺可爱的嘛，送了我一朵绢花。那你为什么告诉我是东林送的？我怕您多想喽。行了，彩虹，你妈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？说吧，那小子到底是谁？老实交代。他是我的指导老师，我是他的助教。我就是平时帮他监考、改作业，我还修了一门他的课，所以呢，我得跟他搞好师生关系。你还修了一门他的课？我看样子他没比你大几岁呀。是啊，才大3岁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他可厉害了，是那个名校的高材生、副教授，而且还是学术带头人，学问做得特别棒。哎呦，这么高的人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呀，他姓季，就是那个季节的季，叫……妈，你打听他干嘛呀？我得知道啊！我感觉他在你的眼里，那是这么高的一个老师，那你怎么着也得请人家来家里坐坐不是？妈就说你情商低呢，人都送你到家门口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也不请到家里来，那怎么着也得吃个便饭呢？就算喝杯茶也是好的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今天就算了吧，太晚了。下次啊，妈，我进去插花睡觉了啊，晚安。哟，你亲自插花啊？啊，妈，你快睡吧啊。有情况啊。小吴，我妈呢？出院了，昨晚办的手续。出院？谁让她出院的？她病还没治好，出什么院？是他自己坚持要出院的。那她去哪儿了？回老家了吧？哎，芳姐，芳姐。哎，季老师。我妈回去了。哎，她回中臂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有人跟她说什么吗？你妈听说这个病患了肾，还得终身服药，吓坏了，怕拖累你。是谁跟她说的？李护士，就是李明珠。什么？江素琴走了？主任，那天我在病房的时候，给旁边的那个病人发药，他母亲把我叫住，问我关于这个病的各种问题，那我总要跟他讲的喽，我就实话实说了呗。我跟你说，病人有轻度的抑郁症，你跟他说话要注意策略。就因为病一直治不好，他对未来没有信心。作为医护工作者，你应该讲一些积极鼓励的话，而不是再让他更加担心。你看，把病人吓跑了吧？彩虹，我有点急事要回中臂一趟，3、4天吧。我联系不上关老师，你跟他说，请他帮我代一下课好吗？好啊，不过你中臂那边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妈有肾病，挺严重的，她一直在这里住院。昨天没跟我说，就突然回中臂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刚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，没什么大事，别担心。好，那你快去快回吧，这边的事交给我。好，谢谢。夏风不让我跟你联系，微信啊。还缺什么？还缺纸尿裤。夫妻没有隔夜仇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原来是真的呀。
从发行部跟广告部的反馈来看，这一期的杂志销量相当不错，新媒体的关注度上升了30%。杂志里提到了不少的单品在几个小时内抢购一空，这一些主要是因为Lily的专访带来的轰动效果。谢谢 Andrew 支持我的选题。从今天开始，任命郭丽丽为新媒体运营总监，全面负责时尚 Taurus 新媒体的采编、运营、互动跟维护工作。这周啊要出差，你下周来姑妈家吃饭吧？啊，随便哪一天，看你方便。姑妈，我下周带一个人一起过来，可以吗？有男朋友啦？苏冬雨，就是杂志上这个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好上的？最近。丽丽，冬雨最近经常到我们公司谈业务，他有意接近你，该不是有什么目的吧？他要是一穷二白，我也会起疑心。可是姑妈，苏家跟咱家比可一点都不差啊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怕你吃亏吗？姑妈，到时候您一定要多多帮帮冬雨啊。哟，这就开始嘱咐上了。帮不帮嘛？哎，你难得看上一个，我能不帮吗？你们广告部总监不是彭汉斌吗？我跟他很熟的。裁员的话，也不会裁掉一整个部门吧？我们广告部大概是裁了1/3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表现算是比较差的。我们虽然是招募编辑，但是又需要兼点前台的工作。前台？不是有性别歧视，您知道的。我们这个是女性杂志嘛，还是倾向寻找女性同胞。夏风，田军，夏风，哇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没联系了。对啊，我上个月回了趟老家，还看到你爸了。走，我请你吃饭。走，谢谢啊。
亲爱的彩虹，亲爱的何彩虹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你的情书怎么还停在“亲爱的何彩虹”？晚上没有范本吗？有啊，不好意思抄。我想写出一份最感人的软件工程师风格的情书，一定要是原创，这样的话才有诚意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2种牌子的卫生纸，到底是哪一种更柔软一些，触感更好一些？你就是拿脸当屁股感受呗。亲爱的何彩虹，你继续想吧，我要躺一会儿。到底从哪儿写好？我爱你，超过了我的 CPU。你的照片就是我的桌面，每次点击都会看到你的笑容。你是全世界最强大的黑客，黑进我的大脑，修改了我的设定，并在上面强行地注册了你的名字。你是世界上最顽固的病毒，将我彻底感染，把我变成了你的终身服务器。你打开了我的视窗，浏览了我的心房。自由的 login， 自由的 logout。尽管如此，亲爱的彩虹，我爱你，我愿意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你，让你尽情的格式化。我写出了本世纪最动人的情书。工作干得不开心的话，辞职也不是什么坏事啊。工作现在正在找，暂时还没有遇到满意的。哎，老田，你门路多，有什么好的机会，记得帮我留意一下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起来了。大公司的文职工作，你感兴趣吗？感兴趣啊，要看是什么单位。上市企业，待遇好着呢。啊，你有路子啊？我认识副总的夫人。哦，只是这个副总夫人啊，人家高高在上的，也不是那么好使唤的。哦，让他给咱们帮这么大的忙，多少总得送点礼物吧？就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，不行。哎呀，这礼物当然要送。我能不明白道上的规矩吗？说吧，大概需要多少？一般的包人家看不上，能看得上眼的5万块吧。5万块啊？怎么了？心疼啊？啊？我跟你说，这家公司的薪资待遇比外企还要高，光每年的年终奖6位数。哇！你要是不感兴趣，就当我没说过。啊，不，感兴趣，我当然感兴趣了。你要是真感兴趣啊，这事儿就包在哥哥我身上了。好，谢谢了。亲爱的东林，我在玫瑰花的香中收到你的来信，我的心不禁砰砰乱跳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默默地喜欢你，友谊是那样的纯真。我经常问自己，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期待这份爱情？假如不是，我们会不会付出友谊的代价？你的来信消除了我的疑虑。
何彩虹给我回信了。那。原来他一直在喜欢我，一直还爱着我，只是不好意思表达。哎呀，对呀，男生应该主动一点，怎么能让一个女生主动呢？这个事情怪我，不容易。哎，挖盒子的时间到了，你还去吗？去呀，干嘛不去？当然去了。哎，你先自己去好了，我去见见何彩虹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已经表白了，还挖什么？那可不一样，表白是表白，约定书是约定书。我跟你讲，何彩虹最喜欢反悔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给她反悔的机会。双保险，我们一起出发。走啊！快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我衣服在哪儿啊？那5万，行。哎，我给你写个收据吧。哎，不用，一个村子的你还能跑得了吗？好啊，明天上午和他9点就会碰头，到时候我跟他说完，就立马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夏风，加油！老公，你兜里有张回单。哦，你今天取了5万块啊？是啊。干嘛用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一个同事的亲戚呢开了一家公司，急需要一笔资金周转。5万块呀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，这是咱们家的救命钱，你说借就借了。那你让他打借条了吗？哎呀，跟人家都那么熟了，我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嘛？那他说什么时候还呀？很快。很快。老公，你觉得很快这个答案靠谱吗？哎，你一向在钱上面很仔细的呀，买套沙发你都嫌贵。我不是说你不该借，但是现在添了孩子，那各方面支出都很紧张。你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应该跟我说一声啊？对不起啊，我是要跟你说的，不过我这工作一忙，我就给忘了嘛。你钱借谁了？郭丽丽。郭丽丽还缺钱吗？她是不缺钱，只是身边一时没有嘛，所以我才敢借给她。哎，如果我借给那种还不起的，那我们下个月怎么办？可惜北分啊。你跟郭丽丽够熟的呀。那上次多多的红包，她给了1万，这回你又借她5万，你们俩互相够大方的呀。哎呦，又来了。这事儿你放心，钱丢不了的，他肯定能还上的，啊。那只能这样啊，你借都借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哎，先生，晚了。啊，有人送过啦。哎，你个乌鸦嘴说什么呢？哎，好心提醒还这么没礼貌，真是。我常常在想，你身边这么多男生，比如说东明，他条件这么好，而且看得出来，他是真心的喜欢你，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我？因为只有跟你在一起，
才会颅内高潮呀。我真的没想过，在这段时间谈恋爱，似乎什么条件都不具备，而且你又是一个开开心心的小女孩，我怕你受到委屈。我一直都很开心啊，哪有什么委屈啊？真的。彩虹，他没怎么样你吧？还计较兽，我看你是禽兽！我警告你啊，以后离彩虹远一点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东林，你放手！听到没有？让你放手！你放手！苏东林！何彩虹，你太过分了！对不起，他最近妈妈去世了，可能心情不太好。我真有情敌了，是吗？你没有，我不会让你有。我去刮了1个小时，没有找到。东林，我是真的很脆弱。东林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，我不如去死了算了。东林，你先看一点。东林，你。喂，田军。我不是田军啊，你是不是打错了？啊？不是我号码没有打错。打错了，我不是田军。喂。喂，珍珠姐，我是夏风，麻烦帮我找一下我爸好不好？我有事情找他。
哎，好嘞，老夏，接电话。哦。谁呀？爸，吴宁是啊。这村东头的田军你还记得吗？就是田永顺家的老二。记得。怎么了？啊，我找他有急事，能不能向田大叔要一下他现在的联系地址啊？哎呦，他一家都到深圳打工去了。他老爸生病那阵儿啊，他满村子的借钱啊。现在啊，他不回来了，村里啊有多少债主等着他呢？啊！哎，你找田军啥事啊？啊？没什么事。哦，哎，小峰啊，这个月你生活费还没寄啊？我们指望着这钱过日子的呀。啊，爸，我这个月没钱，能不能还2个月再说啊？什么？没钱？哎呀，你是我儿子吗？啊，你知道什么叫孝顺吗？隔壁老王的儿子这个月啊，给寄了8万呐，盖了个大瓦房子。哎呀，我家那个土墙啊，都磨出2尺大缝了。你当年毕业的时候夸下海口，要给咱家盖个大瓦房。哎，那咱家的大瓦房呢？不是爸，你体谅我一下行不行？少废话！当年是什么人送你去上大学的？赶紧寄钱，我这个月就要，不然啊，你别来见我，见我就打断你的腿！哼，臭小子！爸。啊？我最近没听说丽丽缺钱呀。在咱们的记忆里，丽丽什么时候缺过钱呀？说是丽丽的亲戚要做生意，需要资金周转。哎，我开一下免提啊。可是我心想，丽丽有那么多有钱的亲戚，为什么非得找夏风借呀？再说了，谁都知道夏风是他们这群毕业生里最穷的一个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找个理由把他给约出来，咱仨聊一聊。你顺便把这话说了，行吗？行。你在哪儿呢？服装店，杂志社旁边那个。好吗？你这就要这去了呀？去，不要调皮。那一会儿见了啊。一会儿见了，拜拜。我先介绍一下，我们这儿呢是高档西餐厅，目前主要是招切配工。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？有，我舅舅以前是开餐馆的，我很小就在餐馆里帮忙，前后有5年的时间吧。主要的工作就是切配，简单的小炒我也会。很好，那你读过书吗？我高中毕业。哦，对了。招聘上说是包吃包住的，那如果我不需要包住的话，这有补贴吗？有，住房补贴1个月1000元，交通补贴1个月600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多多啊，妈妈穿这个好不好看？韩晶，哎，你们来啦！嗨，哎。这风衣不错啊，但是你穿这个有点太紧了吧？我给你挑一个。这个吧，这个比较宽松，你试一下。浅色的不禁脏，我觉得我穿这个应该挺合适的。哎，这料子肯定不便宜啊。我还没看呢。哎呀，太贵了。我不要了。哎，等等，为什么不要啊？叫你家夏风掏钱啊？平时这么节省，钱都存哪儿去了？
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跟你不一样。哎，彩虹，要不然你试试，出去研讨会的时候穿这个，肯定拉风。太贵了，我不要。你们都不要是吧？那我要了。你先试一下吧，万一不合适呢？我还要试吗？完美身材好吗？服务员，哎，这个帮我抱一下。好。哎，还有刚才我看这有个黑色的，这个我也要了。行。哎，那个红色的鞋，37码的，帮我拿一双啊。哎，对了，前面有个咖啡厅，那个咖啡还有果汁都不错。走吧，我请客。老规矩 ，AA 吧。对 ，AA 吧。哎，丽丽啊，韩青说有点事想要问你，是吧，韩青？什么事儿啊？还不能电话里说呀？哎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丽丽，我前2天听夏风说，你管他借了5万块钱。你千万别误会啊！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，借钱没问题的。我就是怕借钱的那个人不是你。那。喂，你好，找谁？陈爽啊，我是韩青，我想找一下夏风。夏风啊，他不在这里上班了。啊？广告部裁员了，他被裁掉了。怎么会呢？为什么被裁的是他呀？他不是才拉了一个大的广告吗？老总都点头了。嫂子，就算老总点头了，你也不能全信啊。他们总是把芝麻说成西瓜，到最后能拿到的剩点瓜子就不错。其他的，嫂子你还是问夏风吧。哦，好，谢谢你啊，陈爽，我回去自己问他。谢谢，再见。齐总，这位就是季师傅。我是 Andrew， 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这是昨天何彩虹见到你之前，刚刚发给东林的一个邮件。我认为你会关心他的身心健康。那天没有吃错药，没有喝酒吧？没有。那这双重人格怎么冒出来的？这不是他写的，这是他的邮箱。我知道，让热恋中的人受到这种现实是残忍的。秦先生，失陪了，我该下班了。等一下，东林跟何彩虹的事，请你不要插足，你是后来者。喂，安哲，我是彩虹。东林，我喜欢过你，东林。在本科的时候，所以我才能写了那么多动人的情书。虽然都是替你写给别人的，其实里面每句话都是写给你的。可惜你不知道，时间久了，一切都淡了。我也长大了，我只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不能假装爱上你，因为这样对你不公平。如果你要因此而恨我，那就恨吧。哎呀，终于考完试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学校永远都是你是文科第一名，我是理科第一名。做什么美梦呢？喏。哎，冻莲啊，如果我是一只青蛙，只要你吻我一下，我就能变成一个公主，天天陪着你。你愿意吻我吗？不愿意。哎，你想啊，这公主那公主的多多呀，一点都不新鲜。我跟你讲，会说话的青蛙才稀有。哎，你要是真的能变成那种会说话的青蛙，我天天陪着你啊！给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回信，说你一直喜欢我，一直爱我，只是不敢跟我表白，耍我很有意思吗？我没有回信啊，我真的没有。还没有回信。你看看。
拜托我好歹也是文学博士好吗？我怎么可能写这种幼稚又露骨的东西啊？何彩虹，你又想耍赖是吧？东林，我好像喝多了啊，我先睡一下。这邮件一定。我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机会，你就这么毫无结果的出来？哎呀，你还想要什么结果呀？哎，你别哎，我就睡一个晚上行不行？哎，是不是兄弟啊？哎，哎，你忘恩负义是不是？你不怕我以后揍你是不是？开门！你什么人呢？还兄弟呢？坐多久了？3个小时了。进来吧。哎，真没用。哎呀，我就说你不会这么不仗义。走。走。来刚好，吃早餐。昨天睡得还好吧？还可以吧。我给阿姨打过电话了，放心吧。谢了。又眼眼出血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没事儿，
只是上火而已。我都跟你说了很多次了啊，偶然的。你要喝杯水吗？喝口水。你说你每天刷3次牙，你根本不可能得口腔癌的好不好？放心吧。绝对不会的。好了，先吃饭。安哲，昨天晚上你跟东林在一起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有那个胆吗？怎么知道？他没这个胆。这是常识。东林。啊？我其实昨天是想跟你说，那封回信真的不是我写的，多半是我妈写的。你妈？不行，我得回去找她去。哎，你不跟她一起去吗？我为什么要去？人家明珠阿姨可喜欢我了。快吃吧。彩虹，季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妈妈在这里上班，我来看她。你呢？哦，我妈住院时有一个护工对她特别好，我带了一点家乡的特产送给她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，脸红红的。是因为东林的邮件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嫩弗拉明2片。彩虹？妈，这人谁呀？啊？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跟他还抱在一起呢？妈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季黄季老师，是我的同事兼指导老师。季黄，这是我妈。阿英您好。彩虹，给我过来。妈，我给我过来。干嘛呀？我不允许你跟这个人在一起。走。哎呀，妈，走。他是我指导老师，你干嘛呀？指导的，给我走。走。别这样，妈。妈，那季老师怎么得罪你了？他妈妈有病，你知道吗？肾衰竭，而且他妈妈的病情相当严重，还得换肾。这换个肾得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那姓季的都告诉你了？没说的这么清楚。是啊，
谁会把这种话告诉一个姑娘啊？那季老师妈妈生病了，那是她的错吗？那要是您生病了，而您女婿皱个眉拉个脸，您怎么想呀？这傻孩子，你傻吗？你这是两回事儿。哎，你要是结婚以后婆婆生病了，对吧？他妈住院，端屎端尿、端茶送水、养老送终，这是你应该做的，这叫分内之事。谁叫你是儿媳妇呢？你只能怨自己命不好。可现在呢，你不还没嫁给他呢吗？啊，你可以规避的风险，你干嘛要去闯啊？哎，你是谁？哎呦，哎呀，妈，小心点。气死我你！哎，妈，我什么我呀？行啦，妈知道，你欣赏他，对吧？觉得他有才华，学识不错啊，人长得也漂亮，大高个儿，挺帅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可以远远的把他放在那儿，像个神一样的供着，天天看着，远远的欣赏，一辈子都行。但是，你不能给他拉到近前来，更不能跟他结婚。我跟你爸坚决不同意。妈，您还讲不讲道理了？我跟金华还没有认识几个月，您动不动这么大一棒子就打过来了呀？就是因为你们没认识几个月，我才尽早的把这件事扼杀在摇篮里。你要认识时间长了，我还不好办了呢。你以为恋爱是什么？婚姻是什么？你以为你找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，都是大学老师，我们一结婚完美啊，我们可以唱天仙配，是那么回事吗？我觉得志同道合挺好，那相同的地方越多，摩擦还越少。志同道合就是图方便。你以为你找个人站在他面前，你就是镜子当中的自己了？醒醒吧，傻丫头，你现成的例子没看见呐？韩青跟那个夏风，俩人志同道合不？我把你身边的这些小伙子都想了一遍，只有一个人最可靠，那就是苏东林。妈，您还说苏东林呢？信的事儿我还没问您呢。我知道您着急，您再怎么着急，您也不能替我回了吧？妈不着急能行吗？就算您是好意，您得先告诉我吧。你这写完噌就发出去了，东林他还以为玩他呢。啊？合着你妈帮你办了大事儿，我还招埋怨啊？行，妈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呦，死孩子！气死我了！